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白泽卓二先生所著的白泽博士的《阿尔茨海默革命：恢复衰退的大脑》这本书。第一，就算拼命也要在咖啡里加一大勺这个。大脑被唤醒，终生不得认知症。第二，为什么没有人吃？如果想要预防认知症，这种食物一定要吃。首先是第一部分，就算拼命也要在咖啡里加一大勺这个。大脑被唤醒，终生不得认知症。如今，痴呆症是所有人都不想患上的疾病，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占据了大部分病例。一旦患上，就几乎无法治愈，甚至有人认为患者会在几年内变成长期卧床的状态。这种病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给患者带来的影响，更在于它对家人造成的负担。如果自己得了痴呆，会给家人带来极大的麻烦。如果家人患病，照顾他们的过程将极其艰难。此外，一旦认知症发作，往往已经无能为力了。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尚未开发出可以完全治愈认知症的药物。在现代医学条件下，痴呆症无法治愈，因此最重要的是预防，而不是治疗。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应该尽早开始采取措施预防认知症。研究表明，从40岁开始，导致认知症的有害物质就会逐渐在大脑中积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世界上认知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发病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而随着日本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认知症患者的数量预计还将继续增加。由此可见，认知症并不是少数人会得的病，而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风险。即使目前身体健康，也不能掉以轻心，认为自己不会患上痴呆。然而，数据已经明确表明，每个人都有患上认知症的可能。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认知症无法治愈，而事实上，今天的医学界仍然认为它极难治疗。然而，2017年，美国发布了一种革命性的治疗方法，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一项所有人都应该认真了解的知识。这项突破性疗法是由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的世界权威布雷德森博士提出的在编码疗法。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认知症治疗观念。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罪魁祸首是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物质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在大脑中积累的蛋白质。健康人的大脑中也存在这种蛋白，但通常会在短时间内被分解并排出体外。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贝塔淀粉样蛋白开始在大脑中不断堆积，并破坏神经细胞。一旦神经细胞的破坏速度超过再生速度，健康的神经细胞就会不断减少，最终导致认知功能下降。这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机制。因此，过去的治疗方法一直专注于开发药物，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积累。然而，在编码疗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或许能为认知症的治疗带来突破性的改变。然后，结果是之前的方法几乎全部失败了。然而，全新的里科德法关注的是更根本的部分。阿尔茨海默症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其实并不是有害物质，而是当大脑受到损伤时，为了自我保护而产生的物质。因此，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贝塔淀粉样蛋白本身，而是如何阻止引发其产生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阻止这些原因的发生，才是改善认知症的关键。此外，研究还发现，阿尔茨海默症可以大致分为4种类型。炎症型一型由慢性炎症引起，例如肥胖、牙周病，以及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糖化中产物 AGEs 等恶性物质。糖毒性型 1.5 型主要与胰岛素功能障碍有关，导致葡萄糖代谢异常，使神经细胞因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而营养不足。萎缩型2型因维生素、荷尔蒙缺乏，导致代谢不顺畅，最终引发神经细胞萎缩。毒物型3型由重金属如砷、汞或其他有害物质，如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吸烟等，
在体内累积所导致。阿尔茨海默症的三大主要诱因是炎症、营养不足和毒素摄入。炎症由慢性疾病如肥胖、牙周病、不健康食品如反式脂肪 （AGEs） 引发；营养不足如胰岛素分泌异常、葡萄糖代谢障碍，或维生素、荷尔蒙缺乏；毒物摄入如食物或饮水中的砷、汞，或长期服药、吸烟等行为造成的毒素积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关键点？饮食调整是预防认知症的核心。如果我们能改善日常饮食，减少恶性物质的摄入，就能防止大脑受到损害。大脑若不受损，就不会过度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从而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避免认知功能下降。因此，预防认知症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的饮食习惯。这就是目前关于认知症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该怎么做呢？阿尔茨海默症并非由某个单一因素引起，而是多种问题的叠加。可以想象，一个屋顶上有许多小洞，每个洞代表一种风险因素，如慢性炎症、维生素 D 缺乏、重金属毒素、砷、汞等。如果屋顶上有太多洞，且每个洞都很大，一旦下雨，雨水就会不断渗透进屋内，最终导致房屋受损。同理，只有尽可能多地修补这些漏洞，才能真正预防或改善阿尔茨海默症。如果只堵住体内炎症这个漏洞，但却忽视了维生素 D 缺乏、水银或砷等毒素的漏洞，那么雨水依然会从这些缝隙渗入，导致屋内被水淹没，最终陷入最糟糕的状态。虽然想要彻底封堵所有漏洞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尽量缩小每一个漏洞，从而预防认知症并促进认知功能的恢复。为了预防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认知症，关键在于尽可能早地封堵或缩小这些漏洞，以减少屋内积水的量。然而，如果掉以轻心，这些漏洞可能会增加或扩大，因此我们需要持续进行修补工作。而最有效的修补方式，就是长期坚持均衡饮食，这是防止认知症的最佳对策。因此，大家至少先坚持1个月吧。如果能够持续半年，你会明显感觉到大脑机能的改善。那些在年轻时毫无顾忌的暴饮暴食，或者因工作压力而长期过着不规律生活的人，尤其需要注意。饮酒、吸烟、频繁外食、摄取反式脂肪酸和食品添加剂，以及过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和零食等，都是显而易见的漏洞。对于有这些习惯的人来说，屋顶可能已经出现了许多小洞，雨水正在悄无声息地渗入房屋内部。作者白泽医生指出，认知症的入口往往在40多岁。如今在日本，认知症的诊断标准通常是基于患者是否需要护理，即便认知功能已经显著下降，但如果日常生活尚能自理，就不会被诊断为认知症，而是轻度认知障碍。这意味着，日本的潜在认知症患者人数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而轻度这个词容易让人掉以轻心。事实上，一旦症状开始显现，就已经是病情的晚期了。当认知症的症状明显到周围人都能察觉时，意味着屋顶上的漏洞已经又多又大。如果等到60岁、70岁才开始努力预防认知症，那时往往已经为时过晚，因为修复这些漏洞将变得异常困难。不如从40岁起就开始调整生活习惯，这一点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将具体介绍认知症的预防方法。阿尔茨海默病可分为 1.5 型糖毒性和2型萎缩性，两者的根本原因都是胰岛素异常。大家应该知道，胰岛素是一种在摄入碳水化合物或糖分导致血糖急剧上升时，负责降低血糖的激素。尤其是 1.5 型阿尔茨海默病，如其名称所示，主要是由高胰岛素和高血糖引起的。因此，要预防该病，关键是减少碳水化合物和糖的摄入，避免血糖飙升。而对于已经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由于体内胰岛素抵抗性较高，或者大脑中的胰岛素水平较低，
导致神经细胞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提供葡萄糖以外的能量来源，就可以改善认知功能。而这个关键的能量来源就是酮体。可能很多人对酮体这个名词不太熟悉，但它是本书讨论认知症预防的核心概念。简单来说，认知症预防的关键就在于酮体，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葡萄糖和酮体都是能量来源，但它们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物质。一般来说，当体内葡萄糖减少时，为了维持血糖水平，肝脏会将储存的糖原肝糖分解为葡萄糖，并作为能量使用。然而，肝糖储备通常只能维持1天左右，一旦耗尽，机体就会开始利用肌肉和脂肪细胞储存的脂肪酸作为能量来源。而这种由脂肪酸转化而来的能量物质，就是酮体。简单来说，酮体是由体内脂肪分解而来的物质，能够像葡萄糖一样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但不同的是，酮体在产生能量的过程中，不会释放导致衰老和疾病的有害物质。更重要的是，酮体本身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预防动脉硬化，提升认知功能，是健康长寿的得力助手。葡萄糖主要来源于白米、面包、拉面、糖分和甜食等碳水化合物。虽然它能迅速成为能量来源，但如果摄入过量，就会导致肥胖、高血糖，进而加速机体的糖化反应。如果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就会加速动脉硬化，增加中风、心脏病和认知症的风险。因此，减少白色食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可谓是健康长寿的黄金法则。另一方面，酮体是在体内葡萄糖耗尽后，由肌肉或脂肪转化生成的一种物质，它能够燃烧体内脂肪，并对身体和大脑产生健康的影响。因此，作者指出，为了预防认知症，我们应该尽量减少糖分的摄入，并有意识地摄取能够促进酮体合成的中链脂肪酸。认知症的预防措施之一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的关键在于确保身体能够合成并有效利用酮体作为能量来源，而糖质限制主要是减少白色食物如白米、面粉制品等的摄入。此外，通过间歇性断食，可以让体内的葡萄糖彻底消耗，从而促使酮体的生成。在推荐摄取的食物中，椰子油尤为重要。椰子油富含中链脂肪酸，是酮体的主要原料。适量摄取椰子油能够提高血液中的酮体浓度。根据白泽医生的研究，只要减少糖分摄入，并适量食用椰子油或椰奶，大多数人的酮体数值都会上升。可以将这些食物用于日常烹饪，但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咖啡中添加椰子油。每天早晨，在一杯咖啡中加入1大勺椰子油，不仅能促进生酮状态，还可以作为早餐替代品。这样一来，从前一晚的晚餐到中午12点午餐前，大约能保持15小时的进食时间，从而进入间歇性断食的状态。在生酮饮食中，应避免白米和小麦等高糖食品。然而，如果全天严格限制糖分，会导致压力过大。因此，可以在晚餐时适量摄取一些碳水化合物。想要预防认知症，就必须坚持不过量饮食，并多摄取具有解毒作用的食物。此外，确保摄入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的蔬菜，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生酮饮食，并保护大脑健康。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为什么没有人吃？如果想要预防认知症，这种食物一定要吃。首先，我们来看哪些食物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应该尽量避免。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糖类碳水化合物。为了促进体内酮体的生成，我们应该减少碳水化合物和糖类的摄取。而且，高糖饮食还有额外的危害。当糖分进入血液后，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一种叫 AGEs 的有害物质。体内 AGEs 的增加会激活炎症，从而大幅提高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此外，阿尔茨海默病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过量摄入糖分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异常，因此为了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糖的摄入量应尽量减少。在众多含糖食物中，小麦制品尤其需要注意，因为其中的麸质可能对大脑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建议尽量避免乌冬面、意大利面、白面包、甜点面包、甜甜圈等小麦制品。第二类还有食品添加剂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中通常含有人工甜味剂、防腐剂、合成色素等各种添加剂。虽然这些添加剂不会像食物中毒那样立即引发症状，但长期摄取可能会在体内慢慢积累，最终带来健康风险。例如火腿、香肠等加工肉类中常使用亚硝酸钠来保持颜色，而这种物质已被指出具有潜在的致癌性。由于食品添加剂本质上是人体的异物，因此尽量减少摄入无疑是最安全的做法。接下来，现在让我们详细看看这3个主题：一、防止随年龄增长而加剧的慢性炎症；二、具有解毒作用的蔬菜；三、改善肠道环境、促进大脑健康的食材。首先，一、防止随年龄增长而加剧的慢性炎症。大家可能对炎症这个词已经很熟悉了。炎症是一种免疫反应，当外部异物侵入体内，或者身体组织受损时，免疫细胞会启动炎症反应，以抵御感染并修复损伤。简单来说，炎症是人体的防御机制，比如感冒、感染或受伤时都会引发炎症。这类短期的炎症被称为急性炎症。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慢性炎症逐渐累积，长期的低度慢性炎症可能会损害神经细胞，从而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因此，日常饮食中应关注抗炎食物，以减少慢性炎症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哪些食物有助于解毒、具有解毒作用的蔬菜，以及如何通过饮食改善肠道环境，从而保护大脑健康。在另一方面，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是人体内部不知不觉发生的慢性炎症。例如，血管的慢性炎症会导致动脉硬化，而肥胖则会引发糖尿病和高血压。牙周病也是慢性炎症的一种，虽然它通常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或肿胀，使人难以察觉，但长期持续的炎症会对大脑和身体造成负担。慢性炎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剧，但其恶化速度因人而异。为了尽可能减缓慢性炎症的进展，饮食习惯至关重要。而在众多营养素中，最能有效抑制炎症的是 Omega-3 脂肪酸。多摄取富含 Omega-3 的食物，如青鱼、鲑鱼、亚麻籽、紫苏籽等，有助于降低体内炎症。下面介绍3种 Omega-3 含量丰富的推荐食材：一、青鱼、青鱼、沙丁鱼。青鱼是抗慢性炎症的代表食材，其中富含 DHA 和 EPA 这2种 Omega-3 脂肪酸对大脑健康至关重要。虽然金枪鱼和金枪鱼腹肉也含有 DHA 和 EPA， 但它们属于大型洄游鱼类，寿命较长，体内可能积累高浓度的汞，对神经系统有毒性作用，因此应尽量避免食用。相比之下，青鱼、沙丁鱼、秋刀鱼等体型较小、寿命较短的鱼类，体内的汞含量较低，更适合食用。此外，野生鱼比养殖鱼含有更多的 Omega-3， 且毒素更少，因此尽量选择野生捕获的鱼。如果难以购买新鲜的鱼，可以备一些水煮罐头，如青鱼罐头、沙丁鱼罐头等。罐头通常是在鱼类油脂最丰富的季节加工而成，因此 Omega-3 含量较高，是不错的替代品。二、鲑鱼。虽然鲑鱼是白肉鱼，但它富含 DHA 和 EPA， 与青鱼不相上下。不同品种的鲑鱼，如红鲑、银鲑、帝王鲑、三文鱼等中，三文鱼的 Omega-3 含量最高，由于其天然油脂较丰富，含有较多 Omega-3， 而且可以生食，不会因烹饪过程流失油脂，因此推荐食用生三文鱼。此外，鲑鱼还含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D，
同时还有强抗氧化物质虾青素，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和癌症。因此，鲑鱼不仅对大脑健康有益，也能预防多种慢性疾病。3. 牧草牛。一般来说，牛肉中的脂肪酸以 Omega-6 为主，容易引发炎症。但如果牛是以牧草为主食的牧草牛，其 Omega-3 含量可与青鱼相媲美。日本市场上的牛肉大多属于谷饲牛，这些牛以玉米和小麦为主要饲料，因此 Omega-6 含量较高，可能促进炎症，应尽量减少摄入。而新西兰的牛基本上是100%牧草饲养，而且不使用生长激素和抗生素，因此更加健康，值得优先选择。综上所述，合理增加 Omega-3 的摄取，是减缓慢性炎症、降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重要策略之一。许多人可能会觉得，任何东西都选择国产的更好，但实际上，饲养环境和提供的饲料也是选择食材时的重要标准。牛肉方面，建议选择牧草牛，这样可以帮助抑制体内的炎症。2. 具有解毒作用的蔬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会接触到许多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和化学物质。我们并非生活在无菌室中，无法完全避免所有有害物质。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选择一些能够帮助排出这些有害物质的食物。有害物质会随着汗水、尿液和排便等方式从体内排出。通过调节肠道环境，可以增强排毒效果，让有害物质更顺畅地排出体外。此外，摄取具有解毒作用的食物也能帮助我们排除有害物质。以下是特别推荐的几种具有强大解毒作用的蔬菜。香菜是一种非常强效的解毒蔬菜，它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也能帮助排除体内的重金属，如水银和铅等。香菜还有抗菌作用，可以抑制沙门氏菌和念珠菌等病菌，并且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抵抗。动物实验表明，香菜能够促进排除积累在生殖器和大脑中的重金属，具有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潜力，因此可以积极食用。西兰花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内常常会有一种名为同型半胱氨酸的毒性物质，它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B1 和叶酸，可以帮助中和同型半胱氨酸，从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此外，西兰花中的一种成分硫代葡萄糖苷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和解毒效果，能够促进有害物质的排出，抑制炎症，保护大脑健康。为了有效摄取硫代葡萄糖苷，建议食用西兰花芽，因为加热会降低其效果。卷心菜含有一种叫做异硫氰酸盐的物质，它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肝脏是体内主要的解毒器官，提升其功能有助于支持全身的排毒过程，防止有害物质对大脑造成损伤。因此，卷心菜是一种有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优质蔬菜。卷心菜还富含抗氧化作用强的维生素 C， 并且还有修复胃黏膜的成分，不仅对大脑有益，也有助于全身健康。特别是芽甘蓝，相较于普通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C 和纤维，营养价值更高。这些蔬菜是日常饮食中的宝贵资源，可以有效地帮助身体排毒，减缓炎症，为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提供保护。接下来要推荐的蔬菜是水芹。水芹被认为是营养平衡非常优越的超级蔬菜。美国的研究人员根据17种必需营养素的含量对营养丰富的蔬菜进行了排名，结果这道水芹居然排名第1。水芹含有广泛且丰富的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因此它也是日常饮食中应该加入的一种蔬菜。水芹可以加入沙拉生吃，但与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牧草牛肉一起搭配食用，可以更高效地吸收营养素。水芹独特的辛辣成分叫做芥子苷，芥子苷有助于脂肪消化，缓解便秘等作用，能促进胃肠健康。通过帮助胃肠功能的提升，水芹的解毒作用也得到了增强。
所以应当积极食用水芹。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与大脑紧密相关的肠道环境调理食材。慢性炎症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原因，尤其要注意被称为肠漏症的肠道黏膜炎症。肠漏症是指肠道黏膜屏障功能下降，病原菌、重金属如水银、肠道有害细菌产生的毒素等有害物质容易进入血液。老年人中肠道炎症的发生较为普遍，这也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升高的原因之一。许多中老年人都属于腹部肥胖，但我们却很少见到肥胖的老年人。相反，很多老年人看起来比较瘦弱，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肠道发生了炎症，导致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营养。要保持肠道健康，关键是增加肠道中的有益菌，并恢复肠道黏膜的功能。要增加有益菌，可以积极摄入乳酸菌、低聚糖和膳食纤维等为益生菌提供食物的成分，促进肠道黏膜再生的营养素中，骨汤 （bone broth） 最为理想。骨汤是由动物骨头熬制的汤，能够帮助恢复受炎症影响的肠道黏膜。3、改善肠道环境，促进大脑健康的食材。首先推荐的是大家熟悉的发酵食品。发酵食品中富含有益的微生物，如益生菌、乳酸菌和纳豆菌等。这些微生物的摄入有助于肠道内有益菌的繁殖，激活免疫细胞，从而有效预防各种疾病。此外，由于这些微生物分解食物，因此能够帮助消化吸收营养，同时减轻肠道的负担。发酵食品也因此成为调节肠道环境的重要食材。此外，洋葱也是改善肠道环境的代表性食材。洋葱中的糖分含有低聚糖，食用洋葱可以为有益菌提供食物，迅速改善肠道环境。洋葱还含有支持维生素 B1 吸收的成分。维生素 B1 具有非常好的解毒作用，能够将有毒物质转化为无毒物质。通过与富含维生素 B1 的食材一起食用，可以增强解毒效果。通过日常饮食中加入这些有益食材，我们能够为身体提供更好的保护，预防多种疾病，保持健康和活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